大家好，我是 Yuki。现在我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都问我，老师，我们干嘛来这边上课啊？现在 AI 这么强，我干嘛读书啊？应该是我们有了 AI 之后，根本就不用上学啦。你现在教我们这些东西，有需要学吗？我就会笑一笑，跟他们讲，其实 AI 这个东西跟你所想的不太一样吼。AI 它并不是一个加法，并不是说你的能力很差，然后你只要加上 AI 就好了。它其实是一个乘法哦，所以其实，在 AI 的时代，你更应该要读书，更应该要加强你自己的基本能力。你可能不太相信啊，那我很难直接这样子回答你，要不然我们用个故事来说明好了。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异世界转生的故事，你看很多动漫啊、小说啊，都是异世界转生。那我们用异世界转生的故事来告诉你，为什么 AI 时代你更应该读书。好，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异世界转生，让我来介绍一下。好，比方说今天有一个男生走在路上，男学生走在路上，然后他发现，哎呀，有一只小狗冲到路上去了，有一只可爱小狗冲到路上去了，然后可是很糟的是，远方有一台那个大卡车冲过来了，小狗马上要被车子给撞上，怎么办？所以这个男学生没有想太多，他就直接冲上去要救这只小狗。好，小狗救到了，可是很不幸的，这个男同学被车子撞上了，他死掉了。结果呢，他死掉之后，他忽然发现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有人跟他讲说：“哎呀，其实你还不应该死掉，但是不小心把你给带过来了，要不然让你转生到异世界去好了。” OK， 好，这是很多异世界转生故事里面的事情。好，所以这男学生没办法回到原本的世界去了，因为他身体都已经毁坏掉了，没办法再回去了。OK， 好，那就让他转生到异世界去吧。那他就发现他醒来的时候在异世界出现了，而且呢，在这些故事里面都会有一个标准配备，叫做资讯面板，就是你现在看到画面上面的这个资讯面板。可是这个资讯面板呢有很多作弊等级的功能，然后所以这个主角呢就使用这资讯面板成为了这个世界的英雄，成为这个世界的可能后来当上领导者啊之类的。可是故事没有这么简单，刚开始的时候他根本不懂这个世界的语文文字啊，所以这个资讯面板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使用。你看到这些都是陌生的文字，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使用这个资讯面板啊，所以呢他就只能把它收起来，暂时先把这个资讯面板收起来，然后呢找一个最近的乡镇，想办法先活下去再说。好，运气很好，女神让他转生过来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很温和的世界。每个人虽然说，虽然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什么话都不会讲，然后什么文字也都不认得，但是呢，也都很好心的跟他相处。那这个男主角需要苹果，需要面包，需要水，什么都不会讲，讲出来人家也听不懂，那只能比手画脚。但是呢，人家也愿意帮助他，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慢慢活下来了。好，活下来之后开始学习，他已经开始慢慢懂得这个世界的语文文字，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学。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后，他看这些异世界的文字就很像在看自己的中文了，原本所懂的中文了。OK， 好，他现在已经懂了，所以呢，他开始从最简单的资讯面板、最简单的功能开始使用。那随着他能力越来越强，他使用资讯面板的越来越得心应手，越来越能够发挥这资讯面板上面作弊等级的功能，让他跟异世界的原住民拉开差距，慢慢的成为异世界的神、异世界的英雄。好 ，OK， 就靠着这资讯面板，他做到这些。好，那你有没有听出来了？这个资讯面板不就是 AI 吗？不就是我们的 AI 吗？男主角刚开始的时候不懂这个
任何的语言文字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使用这个资讯面板。当他的能力加强之后，他开始可以初步使用，随着能力越来越强，他可以做的越来越多。我们的 AI 就是这样子，并不是说你随便任何一个人拿到 AI， 你就可以把它用得很好，没这回事。你现在拿到 AI， 你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大不了就是跟他聊聊天嘛，对不对？ OK， 可是有些人可以拿它拍影片啊，有些人可以拿它画出很棒的图啊，有些人可以有些科学家用 AI 算出了几十年没有人能够解出来的公式啊。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到，你做不到？因为我们的没有那些能力啊，我根本不知道要拿 AI 做什么嘛。就像这个男主角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拿资讯面板做什么啊。好，所以各位，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驾驭 AI。你没有能力的时候， AI 对你而言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所以并不是说你现在有了 AI 之后就不用学习，不，其实更糟。现在其实老师们心里其实为很多人担心，在 AI 的时代，你的基本能力其实是更重要的。为什么？因为 AI 不是加法， AI 是乘法。你看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资讯面板拿给原本的男主角，你说直接就把这个资讯面板所有功能这个分数加在那个男主角身上了吗？没有，他不会啊。所以这显然不是加法，对不对？如果是加法的话，应该是比方说这个男主角原本是0分嘛，他完全不懂异世界的语言啊，所以他的能力是0啊。那加上这资讯面板能力，他应该就已经大幅的赢过原世界的著名啦。可是没有，他不会，所以这显然不是加法。AI 是什么？ AI 是乘法。好 OK， 来我们看一下，假设没有 AI 的时候，你的能力是10分，我的能力是0分，我们两个人差距不大，差距就是0跟10的差距嘛，对不对？可是 AI 是时代来了之后，我们说 AI 它不是加法，它是乘法，所以你的能力是10乘上 AI， 我的能力是0乘上 AI。 那很不幸的，0乘上任何数字还是0。OK，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差距就被拉大了。所以你看，不是加法哦。如果是加法的话，我应该是 AI 加上去就可以用。我拿到资讯面板，我就比原住民强了，我就比异世界的人强了。没有啊，当我没有任何能力的时候，我不会用资讯面板啊。所以它不是加法，它是乘法。那所以你能够用 AI 做出什么事情，是依照你的基本能力再乘上这 AI 这个杠杆，然后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好，所以男主角他初步会懂了一些语言文字之后，他可以初步使用这资讯面板。随着他的能力越来越强，他发挥资讯面板的能力就越来越大。所以他是乘法，不是加法。因为加法那就跟男主角他本身能力没什么差别，反正那个资讯面板能力那么强，我们再怎么样也赢不过他，随便给他加上去，我们的能力在他面前都算不上什么。可是不是加法，是乘法所以你的能力有多少，那个决定了你能够发挥多少 AI 的能力出来。所以各位，以前的时代，在我读书的时代，在我小时候，我不太读书，我是一个不认真的小孩，我输同学输不会输太多，就是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大家比嘛。那你很努力，你都不睡觉，再怎么样你就顶多24小时不睡觉嘛，对不对？你还是有极限，你的能力是有极限的，我输你不会输太多。可是现在很不幸的，现在到了 AI 时代，你虽然要睡觉，但是 AI 可以不用睡觉，所以你的能力乘上 AI 之后，我们的差距是会被拉大的。所以各位， AI 时代你更需要累积你自己的基本能力， AI 才有办法帮你
推得更远。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那很糟糕，你在 AI 的时代依然还是发挥不出任何 AI 的功能来，你会被人家狠狠的甩在后面所以并不是不用学，而是 AI 时代更重要，更要学。我知道这个话非常不好听啊，但是很多同学都想说，老师 AI 时代我干嘛学这个东西？你教这个东西会不会太无聊？我们为什么要听？可是说一句实话，你仔细想一想，有了 AI，其实是在拉大比每个人的差距。好，那不信的话，你想一想，你仔细想想，为什么我前面用的都是图片，而不是用影片？这其实就是因为我的能力不足啦。哎，我们看一下我做这个影片的花絮我要求 AI 帮我画图，好，然后做影片，我图已经给他了，我请他帮我做影片，结果他做出这什么影片啊？真是快昏倒了！那狗在那边，他竟然往后跑，然后忽然出现在这里，这就是 AI。我虽然已经比一般人稍微懂一点点影片了，但是我还是做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那今天的扩打也用完了，今天做不出来可能之后再继续修，可以把这个影片修好。但目前为止，我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因为扩打用完了。好，那如果你完全不懂影片怎么制作，你光是叫他输出一个影片，你得到的结果会比我这个更糟糕。你做出来的结果，人物会更糟，然后画面会更糟，然后得不到更好，更得不到结果。所以你会发现，人家懂的，人家对影片制作有概念的人，现在可以，以前他可能找不到演员，可能没有那些摄影机什么的，他做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们跟他的差距不大，可是他现在有了 AI 之后，他可以做出他喜欢的影片，然后哇，这怎么做的？我们完全想象不出来。以前他跟我们一样都做不出东西来，可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他可以做出来，我们还是做不出来。所以你看，这个有了 AI 之后，每个人的基本能力马上，原本我们只是输人家一点基本能力，现在乘上 AI 的杠杆之后，我们的差距被拉大了。所以各位 ，AI 时代更要努力，更要把你的基本能力提升，否则你会被狠狠的甩在后面。真的，这话不中听，我真的知道不中听，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听下去。好好加油，加油 ，OK。